你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中国的地域文化和性格。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总觉得不同省份的人呢，那个脾气有点不一样。比如老听到说山东人豪爽，还有四川人爱吃辣，对吧？是这样。我们最近正好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材料，挺有趣的，所以今天就想和你一起，根据这些资料深入看看，这些所谓的地域性格标签背后到底是什么文化、历史，还有地理因素在起作用。希望呢，通过这次探讨，能让你对这些地域文化有个更立体、怎么说呢，更真切的认识。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行。其实这些所谓的省份性格，还真不是随便贴的标签，他们往往是就是说当地那个一方水土长期慢慢塑造出来的结果。你想地理环境、历史变迁、文化怎么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几百上千年交织在一起，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地域人群的一些普遍特征。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目的不光是重复那些印象，更重要的是想和你一起去理解，就是这些特征它为什么会形成，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关键就是要弄明白为什么。对，理解这个为什么最重要。那要不我们按地方来，先从东边的山东说起。好，提到山东，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豪爽、讲义气，还有实在。材料里有个故事，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说是一个朋友去山东出差，打车的时候就随口问了句哪儿的早餐比较地道。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个司机师傅哇，热情的不得了，专门绕路带他去一家老字号。哎呦，这么好。可不是嘛，还跑前跑后帮他抢到了最后一碗，叫甜沫的特色早餐。甜沫我知道，咸的小米面做的。对，我特意查了下，听着就很特别。还没完呢，最后那司机师傅还塞给他一袋周村烧饼，就那种脆脆的薄饼，当地特产。哈哈，真够实在的。是啊，司机师傅就说咱山东人待客就得实在，就这种扑面而来的热乎劲儿，确实让人印象深。那这种性格跟山东的文化有啥深层的联系吗？这个联系非常深。首先你想，山东是什么地方？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对吧？孔子、孟子都是山东人。仁义礼智信这套价值观可以说是深深地刻在山东这片土地上的。这种文化呢，它特别强调人跟人之间那个责任和道义，讲究规矩，讲究秩序。所以不只是书本上的道理。当然不是，它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山东人待人接物的细节里。比如说材料里提到的那个餐桌文化，山东人请客吃饭讲究挺多，但核心不是要把人灌醉，不是那样，是为了表达那个敬意。主人会主动给你夹菜，跟你碰杯的时候呢，自己的杯沿儿一定要比你的低一点，这都是尊重，是礼的具体表现。这种行为规范就是文化影响的直接证据嘛。明白了。那义气呢？义气这个你看历史上那个闯关东，很多人都知道。当时大量的山东人因为生活所迫就往东北走，在那种人生地不熟、条件又特别艰苦的环境下，老乡们必须得互相帮衬着，就是所谓的抱团取暖，才能活下来。这种一起吃苦、共患难的经历，就极大地强化了义气这个观念在山东文化里的分量。它成了一种很重要的社会纽带。这么一说，历史的作用确实很大。那实在这个特点呢，是不是也能从别的方面看出来？比如吃的。没错，吃的最能反映了。饮食文化往往就是地域性格的一面镜子。你看鲁菜，号称8大菜系之首，对吧？它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大气实在，而且量大味厚。你想想那些名菜，像九转大肠、葱烧海参什么的，一端上来，满满一大盘子。确实，分量都挺足的。对，分量足，味道又浓郁醇厚。这种不玩虚的，追求实实在在的味道和饱腹感的风格，不就跟山东人那种实在、不爱搞花架子的性格很像吗？
有道理，这么一联系就通了。从儒家思想打底的礼和义，到闯关东那段历史经历强化出来的抱团精神，再加上鲁菜风格里体现的实在，这几个方面一结合，山东人的性格画像就立体多了，不是一个简单的豪爽就能概括的。对的，它是文化基因、历史记忆还有生活习惯一起作用的结果，是个挺复杂的文化现象，不能单看一点。明白了，那我们把视线转一转，从东部看到西南，聊聊四川。行，说话特别逗，自带幽默感，而且好像对辣有种特别的执念，这个又是为什么呢？材料里有些说法挺好玩的，说四川人能把堵车说成堵的安逸，哈哈，是这样。把挺辛苦的加班呢叫搬砖快乐，这种在困难里找乐子的能力，好像是他们骨子里的。四川人这些特点啊，很大程度上确实是跟当地那个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长期互动适应的结果。先说那个爱吃辣，四川盆地什么特点？潮湿、雾多，对吧？树全废日嘛，阴雨田多，太阳少。按咱们传统中医的说法，这种湿气重的环境容易让身体不舒服。湿气重。对，那辣椒呢，性是温热的，它就有驱寒祛湿的作用。所以啊，四川人爱吃辣，最早的时候可能不完全是口味偏好，它更像是一种为了适应环境，让身体舒服点的生理需要，是一种生活智慧。哦，原来吃辣还有这层原因，我还以为就是口味重呢。那他们的乐观和幽默感呢？这个总不能也跟气候有关吧？这个更多是跟地理、历史还有生活方式有关系了。你看四川的地形多复杂，尤其是往西边去，山高谷深。古代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真不是瞎说的。交通非常不方便。确实。即便是现在，很多地方的交通也挺有挑战性的。这就意味着生活中你难免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和不顺心。那面对这些磕磕绊绊呢，四川人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挺特别的应对方式，就是用幽默和乐观去化解困难，在不好的环境里找点乐子。就像你刚才说的，堵得安逸，搬砖快乐，这种把倒霉事儿说得轻松点，甚至有点好玩的语言习惯，时间长了就内化成了他们性格里的一种韧性，一种达观。听起来挺有智慧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四川，特别是成都那种悠闲的慢生活的文化氛围。茶馆文化。对，你看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茶馆，人们就喜欢聚在茶馆里喝那个盖碗茶，就是带盖子、碗和托儿的那种。对，那个设计方便蓄水保温，也挺有仪式感的。他们在茶馆里干嘛呢？摆龙门阵。聊天啃大山。就是聊天，天南海北聊，或者打打麻将。这种不着急、慢悠悠的生活节奏，本身就能缓解不少焦虑，让人心态更平和、更随性。这种悠闲乐观，跟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快节奏的生活比，确实不太一样。材料里还提到了川剧变脸，说那种快速变换、五彩斑斓的脸谱，跟四川人那种热情、鲜活、反应快的性格有点像。这个联想也挺妙的。是，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呼应吧。总的来说啊，四川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在跟自然环境长期的磨合中，也是在那种悠闲安逸但又不缺挑战的文化土壤里，慢慢孕育出来的一种乐观豁达、充满生活智慧的独特气质。了解了。从四川盆地，我们再往东边沿海看看，聊聊浙江。好。浙江给外边的印象好像总是跟精明、会做生意挂钩，不管是那个世界闻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还是这几年特别火的杭州互联网经济，都带着很强的浙江印记。这种商业上的敏锐和成功，它背后又有什么地域文化的密码呢？浙江这个商业文化特别发达啊，它的根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上。首先是地理上的一个可以说是个限制。浙江的地形特点是7山2水1分田，山多地少。对，山地丘陵多，平原少，人均耕地面积在全国来看都算少的。这就意味着光靠种地可能很难养活所有的人，生存压力相对就比较大。这种资源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逼着浙江人必须得往外走找活路。
不能光守着自己那点地。所以自古以来啊，浙江搞手工业做买卖的人就相对比较多。明清的时候，浙商已经开始出名了，很多浙江人就是靠贩运点小商品啊，搞贸易啊为生，这就培养了一种不安于现状、积极寻找商业机会的文化基因。原来是被逼出来的。有这方面原因。其次呢，浙江靠海，这个地理位置也特别关键，它有宁波、温州、舟山这些非常好的港口，自古就是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比如古代那个海上丝绸之路，浙江就是很重要的起点和参与者。这种面向海洋跟外部世界打交道比较多的历史，就塑造了浙江文化里那种开放包容，还有敢于冒险、敢闯敢试的海洋文化特质。这个内陆那种农耕文化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安土重迁的观念就不太一样。我明白了，所以像义乌能从最早那种鸡毛换糖的小买卖发展到世界小商品之都，把别人可能都看不上眼的什么纽扣啊、吸管啊、小饰品啊，做成全球的大生意，靠的就是这种敢为人先、不怕风险，还特别善于在小地方发现大商机的精神。正是这样，义乌模式就是浙江人这种开拓精神的一个缩影。但还有一点也不能忽略，就是浙江那个深厚的耕读文化传统。耕读文化，对，浙江不光出商人，也出很多文人，比如绍兴的鲁迅先生、余姚的王阳明等等。这种文化传统呢，它一方面强调读书明理，重视教育，这就培养了人的眼光、思考能力和谋略。另一方面呢，它又强调那个耕字所代表的实践、勤劳和坚韧。当这种耕的务实精神和读的智慧眼光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浙江人那种既能想得远，有远见和策略，又能干得实，肯吃苦，能实干。这对于做生意、创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品质组合。哇，原来浙江人的生意头脑是这么来的，生存压力是推力，海洋文化给了开放的视野和勇气，然后耕读文化又提供了智慧和实干的底子。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才有了浙商的传奇啊。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一个很多因素长期互动沉淀下来的结果。聊了东部沿海和西南部，我们再把目光往西北方向看看，去看看陕西怎么样？好啊，陕西。提到陕西人，可能不少人会想到他们说话，比较直，甚至有点冲，但同时呢，又好像特别念旧，对历史有种很特殊的情感。这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呢？陕西的文化性格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它那个极其厚重的历史积淀给塑造的。你想啊，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上有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像西安以前叫长安，还有咸阳这些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千年古都的身份，给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打了非常深的烙印。历史感确实很强。你刚才提到说话直，这个呢，或许跟古都文化里那种相对淳朴、务实的风格有关，不太讲究过多的修饰和绕弯子。材料里也提到，跟陕西人打交道，可能就会觉得他们说话挺直接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太喜欢拐弯抹角，也不太爱说太多客套话。这可能就是一种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语言习惯。那念旧呢？这个好像特别明显。这个情节啊，更是随处可见。最直观的就是西安那个保存的相对特别完好的明代古城墙。对，那个城墙太壮观了。它不光是个旅游景点，它更是历史的见证，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在城墙根底下散步、聊天、下棋什么的。还有秦腔，那是陕西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戏了。它的唱腔特点是高亢、苍凉、悲壮，特别能抒发那种浓烈的情感。材料里提到，像《三滴血》《火焰驹》这些经典戏，唱的就是陕西人骨子里很看重的那个情分，对家乡的感情，对朋友的忠诚，对历史的感慨。这种对过去、对情感的真实，自然就会给人留下念旧的印象。走在西安城墙下面，确实能感觉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那从吃的方面呢，是不是也能看出点陕西人性格的特点？毕竟陕西的面食太有名了。当然呢，饮食是观察文化的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陕西的面食那品种多得不得了，像油泼面、
臊子面，还有那个彪彪面。那个笔画超级多的字。对对对，就是那个，还有肉夹馍等等。这些面食，你琢磨琢磨，共同特点是什么？做法好像都挺直接的，不花烧。没错，做法直接不花烧，但是用料扎实，味道浓厚，分量绝对管饱。就拿油泼面来说，热油往那辣椒面蒜末上一浇，呲啦那么一声，香气一下就出来了。简单直接，但是吃起来酣畅淋漓。这种实在淳朴、不上虚华、味道足的特点，不也跟陕西人那种质朴、爽直、重实际的性格气质挺像的吗？这个联系有意思，吃和性格在这里好像对上了。还有地理环境，陕西不是在黄土高原上吗？那种特别广袤、有点苍凉又很开阔的自然景象，可能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性情，使得陕西人的性格里头也带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大气、不太拘泥于小节、不那么斤斤计较的底色。听你这么一圈分析下来啊，感觉无论是山东的义气、四川的乐观、浙江的实干、山西的实在，好像都不是一个原因就能解释清楚的。每个地方的性格特点，都像是当地那个特殊的自然环境，加上漫长的历史过程，还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三样东西啊，不断的互动、交织、融合，最后慢慢沉淀下来的一种结果。这个总结，很到位，确实是这样。这些所谓的地域性格特征，说到底，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条件下，一群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跟环境互动，在历史里演变，在文化上传承下来的结果。它们是活的，是动态的。其实材料里也补充提到了其他一些地方的例子，可以互相印证一下。比如东北人的豪爽，除了咱们前面可能提到的移民因素，也可能跟当地那个又冷又长的冬天有关系。气候也有关系。有可能，你想啊，气候那么严酷，大家就得互相帮衬着才能更好的过日子。比如冬天一起囤菜啊，互相取暖啊什么的，这种生活方式就容易让人变得热情、大方，不太计较。有道理。再比如广东人，为什么普遍感觉比较务实低调？这跟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商业贸易很发达的地方，特别是近代那个异口通商的历史关系很大。做生意嘛，讲究效率，讲合同，讲实际利益，不太谈那些空洞的理论。时间一长，讲求时效，闷声发财就成了当地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还有像云南，为什么大家感觉那里比较包容平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有26个世居民族呢。这么多不同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要协和相处，那就必须得学会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这么说来，真的是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特点。对，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很难说哪种性格就是最好的，或者哪种文化就是优最的，不存在这种比较。每一种地域性格都是在它特定的水土和历史里长出来的，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和独特的价值。正是这些丰富多元、各有特色的性格侧面，山东的义气、四川的乐观、浙江的实干、山西的实在，还有东北的豪爽、广东的务实、云南的包容等等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咱们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里那种特别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迷人画卷。的确是这样。这种多元性和它背后的深层逻辑确实非常吸引人。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山东、四川、浙江、商西这几个地方的文化印记和性格成因，感觉收获特别多。当然了，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资料里其实还稍微提到了像新疆人的热情奔放啊，福建人的敢拼爱闯啊，还有湖南人的泼辣绿针什么的，这些也都非常有意思，值得深入了解。是的，我们今天呢，只能说是打开了一扇窗，大致勾勒了一个轮廓。那么在结束之前，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或者说一个思考的引子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些地域文化的一些普遍性的特征，但是请你想一想，在你自己的实际生活和观察里，你接触到的来自这些地方的人们，他们的真实个性跟我们今天描述的这些文化画像是完全一样的吗？
还是说你其实看到了很多差异，甚至是一些反差？你从具体的某个人身上观察到了哪些更细微、更个性化的表现？在你看来啊，这种宏大的文化背景和每一个鲜活的个体性格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互动关系呢？希望我们今天的探讨能启发你在以后跟人交往或者理解文化的时候，能有更多维度的观察和更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好好想想。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精彩解读，也谢谢你的收听。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深入探讨其他有趣的话题。再见。好，再见。